中美的各种对抗里头，还有科技大战。接下来看科技大战，是因为库克苹果因为在华为新手机不断的推陈出新之后呢，而苹果在这个市场占有率上大受影响啊，所以库克突然出现在上海。而且呢，这位 CEO 库克呢很惊喜现身之后，现在最红的陆剧叫什么？繁花呀！我还想这位明星跟他一起吃护士早餐，我想说繁花那不就是我们的胡歌吗？就想说是男二，怎么回事？先看看这段影片，他是郑恺啦，里头如果有跟我一样追剧的人就知道他是大概男二男三的配角，但为什么是他呢？看他这个影片里头，一起吃早餐，一起在河边散步，一起聊天，轻松对谈，一举登上了微博的热搜。那这个热搜呢，当然大家讨论。库克说：“哎呀，是偶遇，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是偶遇？是库克约不到胡歌，是不是？因为我知道原因。可能绝对我有看，我有追剧。”中间的广告，胡歌是华为的代言人，那个广告一直秀出来，演到一半就出现 Mate 6啊，就出现胡歌跟华为的手机啊，所以显然他没有办法跟他一起吃早餐散步的原因在这里啦所以这个所谓的认同中国经济起飞，在拉拢消费者，是苹果的新店面啊、总部啊，在上海想办法争取认同，要跟上繁花的热度。除此之外，到上海去参加开幕仪式的时候，还找另外一个明星赵露思，跟台湾也有点关系。他的母校在台湾快要被关掉了，这个是私立学校，已经被关校了所以这个上海超级 CBD 中心的巨广两个人合影。那赵露思当然是现在在四小花里面花旦里头代言最多、很受欢迎的花旦，一起来进行宣传。显然他的宣传人员呢，特别已经抓到了上海人最红最夯是什么。但库克还有这个到一个工作室这个 studio 的工作室是什么呢？就因为他特别自己还在微博发文说，在 iPad 上面这个工作小组呢，是用 iPad 上面绘制的故事版，用 iPhone 15 Pro Max 去拍摄的，然后用 MacBook Pro 去编辑剪接，全部都是苹果相关产出来的作品所以他特别来展现他对当地这些，即使是一个小的工作室，也要展现苹果跟当地的连结之深。好，那硬体卖不好，为什么他还要这么努力呢？其实有个关键，他到访这什么叠纸游戏之前，这个游戏公司重点告诉大家说，因为根据苹果去年的营收，在硬体就手机本身卖得不好，这个大概营收只年增了16个百分比，但是呢，过去在软体部分出现的却是越来越高的年增超过10%，创造了新历史新高的情况之下，游戏软体会是库克或苹果另外一个可以强大的去争取市场的焦点所以这才会是库克1年之内第3度提到中国的国产游戏，搭配 iPhone、iPad 啦，各种 Apple 的 Store 里面的游戏，或者是下载的软体。那去年 iPhone、iPad 获奖游戏《原神》啊等等的，都变成库克关注的焦点。那库克说，对于苹果的供应链来说，我认为没有比中国更重要的地方了。所以苹果的库克在上海会见了比亚迪这3大中国大陆的供应商，这有谁呢？比亚迪的董事长王传福、蓝思董事长周群飞、长盈精密的总经理陈晓硕。不过我看大陆网友大家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这张照片里头的印象是什么？库克好谦卑身段很柔软低头合掌表示感谢，而这其他的3个人比较像老板，然后其实是供应商。那这象征的意味又是什么呢？要进入中国大陆的市场，现在苹果面临的挑战就要跟在地合作嘛所以库克王传福还不止这一天见面，他还一天之内见了2次面。第一次是在比亚迪的展车供应商里头，那还有邀请到苹果公司的办公室去私聊是不是有可能包括跟比亚迪的电动车在技术上面有什么设备上面的合作？当然有可能。那比亚迪对苹果公司的支持，现阶段大概有1万名专业工程师在 support 这个供应链，超过有10万名的专业员工协助跟苹果的合作。那这些新的产品的参与呢，都有这个比亚迪的影子。所以库克这3年访问中国是要救销售量的吗？那遇到瓶颈，手机市况已经必须要迎战新的竞争局面。苹果在中国市场手机销售是不是会更疲软2023年12月，
苹果在中国手机出货占比就已经跌到10个百分比。到了你看再往前推，10月的时候，9月华为出新机，影响苹果后续的这个销售啊。所以10月突然访问四川成都，当时赈灾的时候捐出了1.1亿去赈灾。那再往前推一点，3月的时候，库克造访的是北京跟上海，跟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啊这些官员见面，表示苹果要跟中国共同成长。所以这科技大战呢，政府有政府的调，但对于民间企业来讲是放不掉中国大陆的市场啊。亮哥，因为苹果刚宣布不做苹果汽车嘛，那他从2014到现在努力了10年，我相信有累积的一些东西啦。那当然最好就是跟比亚迪合作啦，因为你已经放弃了嘛，所以就这点来讲，跟比亚迪合作是有道理，互补也不是互补了，他放弃了。对了，他放弃了。那第二个就是因为最近，因为坦白讲啊，因为追过苹果最可能的手机就是华为啦，那华为就是被美国打压嘛。所以当然引起大陆民众的反感事实上有些人也冲着爱国去买华为手机啦。所以我认为库克就是在做公关表演就是他就知道人家会迁怒到苹果那最近美国又要打压抖音所以这个氛围就有点类似所以他就要去表达一下，哎呀，他对中国多善意希望能够冲刷掉这个美国打压华为的那个怒气了可是我是认为没什么用因为苹果的硬体真的是太差了啦，太差了。这几年没什么变化，就是你看那个 i15是什么东西嘛？我坦白讲，如果不是这里讲的很白苹果就是靠软体在赚钱对。他如果不是人家要用你的苹果的特殊的 APP，你那个手机有什么进步可言呢？你去看中国手机的多样化的程度，还有各种功能的制造的程度中国大陆的手机内卷竞争非常激烈，你苹果好像万年不动那你去看特斯拉也是你特斯拉去比中国的电动车，中国那个多元化的程度，还有那个杀价的程度，你苹果跟特斯拉价格万年不太动，然后功能永远都这样，你以为你是谁我跟你讲，今年他要在中国大陆推 i16。我坦白讲，我也一点都不乐观这次如果他 i16 又被 Mate 70赶过那完蛋我觉得他就完蛋了。他中国的市占率可能会，他现在跌破20嘛，现在大概19，我认为他会一路滑到15因为就太没有诚意了。科技创新基本停止嘛，你这种公司有什么好支持的？就是这样所以我是觉得。中国的电动车跟中国的手机会崛起是有原因的嘛，因为人家努力在做创新嘛。我跟你讲，我不要讲中国的手机啦，我们讲韩国的手机啦。三星的手机最近也推出一支全智能手机你苹果也没有你这样就要赖大家买你的手机你做梦吧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以为来做一做公关秀，人家就会买哪有这种事我觉得。消费者还是这个实质在做评价的，而且现在网络到处都在比拼你的手机为什么卖得不好？i15 出来，你不要说大陆了，台湾的评价也不好真的。所以是一致性的，大家的这个劣评嘛。所以他如果没有在自己的硬体面、科技的创新面有明显的进展。我跟你讲了，这种公关秀没什么用运教授的确苹果在库克时代真的手机没有太大的进展跟变化以至于没有什么新的换机潮。因为我觉得这次看到这个消息，看到库克来感觉上库克的出现很像是 LV 的那个老大阿诺来的那种感觉的那个味道就是说他基本上是在推销一个品牌然后就叫大家不要考虑就是别的然后就是说，觉得品牌好嘛，就买 iPhone 这样子情况，因为 iPhone 的确是面临了非常大的这个销售的危机因为这是它的骨干嘛，那个君子固本立而道生嘛，它不能光靠卖软体，因为这个是它的招牌嘛所以说我讲3点第一点的话，我自己平常每天都是用华为跟 iPhone
我觉得慢慢的，经过这半年下来啊，我觉得在这个荧幕的解析度啊，在速度上来讲啊，就是碾压这个苹果了，真的是碾压。因为感觉上，因为这个用华为的话呢，你要换一个这个换鸿蒙系统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间接接过来，所以说这个是感觉上我是觉得说是我自己在考虑说，在整个通讯软体上要换的了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心理状态啊，心理状态的话呢，就是。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呢，华为刚好是 iPhone 性能一样，价钱一半哦，这是很重要的。这个对不对 ？KP 值的话，你们再比较起来的话，对于很多人来讲，一般来讲的话，为了 iPhone 那种品牌，现在刚刚亮哥一讲，用 iPhone 品牌好像又不怎么样的话，你看现在在荧幕上出现的也是华为啊，就是已经构成了非常大的威胁。那接下来的话呢，这个 Mate 70就是对标嘛，你苹果出什么我就出什么，所以在心理的状态来讲的话呢，大陆现在用国货感觉上会比较好。第三个问题是最严重的，没有国安危机吗？啊，你天天讲人家小米扫地机器人都有国安危机，然后那个龙门吊那个港口那个在吊车有国安危机啊，然后你那个大陆人这边你库克跑来讲，是美国苹果会怎么样？我要是看到库克，我讲说，哎是啊 ，no problem 啊，对不对？你自己的 national security 是你们讲的、啊，对不对？而且这种网络上的应用来讲的话呢，任何一个那个讲的那个华为抽取机密 TikTok 多厉害，国安危机把人家搞得强买一大堆花招。那你现在推销 iPhone 的时候，你怎么推销呢？对不对？你自己的政治上跟你乱搞，你现在经济上来挽回。所以我觉得库克本身来讲的话呢，他的感觉很为难，他想尽办法，而且《繁花》里面根本都搞不清楚，不知道谁给他推荐的那个人我都没见过，真的有啦，他追不到女主角，我有看，我很难过了，因为这里面讲了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大陆人现在不买美国人单了啦，这个就这么简单嘛？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慢慢就适应下来了，那现在出现的这种感觉啊，你就是来推销的嘛。对不对？而且你本身的东西又不好，然后人家大陆这边又很努力又很争气，你自己的话呢，所作所为各方面来讲的话，你上面的政府，因为你 iPhone 不是很大的公司嘛，你对于政府的作为，你应该说点话再过来啊。你现在这表现是0，然后光来卖你的手机，那评价的话呢也是0。我跟你讲，等到华为的 Mate 70一出来以后，这个拉锯真的就明显了。其实这个很标准的嘛，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呀，美国政府要围堵。对呀，那你自己要搞清楚啊！你现在弄了一大堆的东西，你开口你说中国货不好，那你美国货好在哪里？是，那企业当然自有生存之道咯。其实中国的手机卖最好的这个第一名的不是华为，也不是 iPhone， 是什么 vivo。vivo 那个 vivo 拍照功能很厉害。对，为什么它？因为它平价嘛。我们要知道，其实14亿人口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愿意去花这种钱，因为它会比较 CP 值。我只要够用就好了，我不需要去炫富，我不需要说用到华为或者是 iPhone 这么高等级的手机。所以他们平价手机反而是他最需求的。当苹果现在也发现这件事情，所以他在大陆上面来讲的话，他为了跟这些比较平价手机竞争，他的 iPhone 15已经降价到1000，一降价1000。这个人民币也将近我们的台币来讲的话，将近降了4、5千块，其实蛮有感的啦。但是我们台湾为什么不降价，我就打上一个问号了哈。可是第二个就是说，这次库克来很明显就是为了推销他的 iPhone 手机，希望继续在中国大陆保有它的市场，所以他在上海开了一个什么花式行销的一种店面，对，那为了促销这个店面，为了给这个店面来这个做广告打声势，所以说他亲自到这边来主持这个开幕典礼。然后希望能够提升 iPhone 在中国大陆的一个销售率，可是你如果打不过华为，这是很大一个问号了。刚刚2位长辈也讨论过了，那我特别要讲说，长辈，我们长辈了。那我要讲比亚迪，将军今天冷静一点，是他跟比亚迪，我觉得是反而什么关系啊？我觉得前军你刚刚讲的哈，到底谁是供应链？我觉得反而可能是苹果是供应链。是比亚迪的供应链哦，你看这种动作，对不对啊？谢谢，感恩，对不对？非常的谦卑。会不会是它是供应链？有可能。我们都知道，说是苹果来讲，前一阵子它发展它的苹果汽车，后来来讲，因为他觉得他竞争不过，他就取消了。可是他又研究出来可能很多的专利或很多的晶片。我们知道电动汽车有三大部分，一个是电池最主要的哈，还有一个是电动，就是那个马达，再来是电控。电控就是这个电子晶片这一类的东西。那我们不可讳言，苹果在研究这么久之后，他这些人才，他研究成果一定有他的一项的成果。那如果说能够跟比亚迪左右，我觉得是强强联手了。那现在比亚迪也面临一个很大的一个竞争对手，就是华为也在做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比亚迪跟苹果有没有可能在这时候强强联手，互相联合在一起？
然后让比亚迪的这个电控的功能可以更强，对不对？可以跟华为来做竞争。然后我觉得这是未来很可能发展一条路。所以我觉得库克这次到大陆去的话，除了促销他自己的 iPhone 手机之外，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是在跟比亚迪讨论怎么样来双方来这方面来做合作。那到底谁是谁的供应链？我觉得很可能是苹果，现在很可能是比亚迪的供应链。还很难说。好，接下来看看，当然中国的消费力，库克要去抢市场，精品更是如此。大家全球都知道，中国大陆的贵妇们的精品消费力有多强。台湾以前有一阵子陆客很多的时候，精品百货几乎陆客就是。哎呀，可以横扫千军的把所有的这个消费额都拉到最高，所以这个消费力惊人的现象，在一个最新的报道说，可不只是在一线城市哦，现在所谓的县城贵妇也开始在小红书啦、抖音上面，很受热烈的讨论吗？他们这些县级的贵妇们手拿各种名牌包哦，家住大别墅，佩戴的镯子标就随便就是怎么9万块以上人民币，这些地理位置打卡的地方却在小县市。说真的。我们要去欧洲回来，欧洲已经比较看不到像这些中国大陆的贵妇们了。那所以在深广上班的白领上班族，恐怕消费力还不如这些人。这个是在这个报道里面所提到的。到底为什么大陆的经济呢？有被说萧条的有说发展的。那2、3线城市是不是在生活成本已经有越来越高的情况之下，却还能够出现这些贵妇的原因？所以很多知名企业，尤其是精品啊什么的，都往这些各2、3级的县市来进驻点呢？那比方说比较一片蓝海里面以外看到护肤产品啊、欧舒丹啊、瑜伽品牌啊等等，瞄准2、3线城市之外，然后 Coach 啊，在2、3、4线，连3、4线都有各种的开拓布点的状况。星巴克更有意思，我在大陆上看到上海那个星巴克非常惊人，很大。结果现在计划在2025年之前要开3000家新店，中国大陆，其中最新的产品叫做猪肉拿铁，可以看到这影片。猪肉瑞幸的。这是什么拿铁？你知道吗？那个是猪肉片。猪肉干，然后把他发现在中国大陆很爱吃这种肉品，所以这是当地特色，就把那个猪肉干加上糖浆加到咖啡里头。星巴克也搞这一套，我好难想象这是什么特殊的滋味。瑞幸乱搞啊，在这里。先前不是茅台咖啡等等的，为了要精益求精，或者是要符合当地市场，要开到3000家，有多么的这个。压力很大，想办法已经进入800个县级市场喽。用这个猪肉口味拿铁可以拿下市场吗？我自己个人有点怀疑了那像 Subway 更不用讲，规划20年内要开4000家。Subway 警长就说，中国是一个重大的长期成长机会的关键市场，以至于连诈骗都来了冒名星巴克就看起来像星巴克，其实差很多其实差很多。对 ，Starbucks， 可是这个他们是狮子，是中国的狮子嘛？石狮子的照片嘛。然后总之就是有这样去骗的，就也骗了50家店家想要开星巴克就被冒名诈骗了，连 logo 都是假的。那涉案金额高达1.7亿新台币，代表很多地方都想要开像这样子的连锁店那当然，习近平去访问欧洲，可能要主谈的是贸易引欧资入中这件事情。如果要走除了美国以外的欧洲市场，大家看到欧洲的精品需要中国的消费市场所以中欧的金融工作组从18号到19号在北京举行的这个会议里面，就有很多这方面的议题交流，如何重新的在美欧之间脱钩，往欧洲去进攻当然，习近平5月要访问巴黎这个消息虽然还没有进一步的进展，但是呢，路透社一再的有新的报道出来说，习近平呢在巴黎见马克宏的时候，就会把贸易这件事情当成重要的议程。那当然，中欧紧张趋势好像也蛮高的，却在这个时候5年以来首次要访问行程放在了法国。法国到底有没有要出兵可能说有没有不知道的时间点呢？川普是怎么说的？美国方面的态度却是相对强硬拜登还是继续围堵之外，川普也说欢迎中国车企在美国建厂，不过一定要全部用美国工人中国车企不能在墨西哥生产汽车，然后卖给美国，你们用的都是其他地方的员工劳工
我们要对他们征收100%的关税这件事情，它仍然非常强烈的在抗中。然后还有印度哦，印度是最大的钢铁业者，跟上汽联手要推新的 MG 电动车，变成国产车。那这样的合作呢，中印虽然有冲突，经济上面连车子、车业、电动车的合作，仍然自己在自找出路啊。亮哥，我们来看到像这种贵妇级的消费的时候，已经一片唱衰啊，说这个中国大陆现在经济不好啊，但其实连地方县市的这种2、3、3、4线城市的消费力，恐怕大家看到的还是一片蛮惊人的成长力道吗？其实中国大陆因为交通发达哈，包括各种高铁啦、高速公路啦，所以它必然而然那种小镇一定会到处林立啦。美国也有这个过程啦，所以我觉得这里就凸显出中国的消费市场，我讲的是零售消费啊，它轮动的非常快啊，所以你前面就会看到又死一批啊，那现在又有新的一批要涨起来啊，所以你看到前面死一批，你就不要立刻做推论说中国又崩溃了，老是崩溃来崩溃去，一下又火了，一下又崩溃。事实上就是零售消费市场它的轮动速度快，没错，所以你要长期能够继续生存下去，保持领先，一不小心就被淘汰，压力很大了。我说实在，事实上咖啡利润是很高的啊，那可是我在大陆也看到一大堆啊，就是当地的咖啡的品牌啦，都竞争的非常非常的激烈，所以你才会说为什么会加猪肉干，因为咖啡搞不好最后获利的部分是附加的部分而不是咖啡本身。他卖好多周边商品，是啊，所以就开始找一些有的没的嘛，比如说85度 C， 大家知道他赚的钱的是高点之类的啦所以你从这里看出它轮动快，然后那个市场的渗透率也快那我觉得这个就基本上就是已经是完全发展的市场了啦，所以我觉得是大家现在就注意到3、4线集市可能有哪一些消费长期被忽略，那现在所以就变成新闻了嘛，因为被忽略嘛，你就注意到了那有一些有钱人搞不好故意住比较偏远的地方，因为交通发达，那事实上随时都可以到，也可能厂房啊，就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啦。所以我觉得就是对中国的消费市场还是要深入去评估啦，不然你没有办法去理解。比如说华为市场又重新回来，苹果也有19%，那到底这种购买力是哪里来的？对不对？市场大，所以还是有它的庞大的消费市场啦。那至于川普讲这话是很有意思的，因为美国看起来又是并不是要抵制电动车啊，没有啊。前一阵子我们台湾就是每次都在瞎掰啦，说，你看他们现在要抵制中国的电动车，那美国搞不好又开始不要玩电动车了，根本没这种事啦。川普要的就是美国要的啦，就是你必须在我这里制造我的就业了事实上，当年日本的车企也被打压，1980年代，那后来丰田就去美国设厂了。丰田现在 made in USA 的超过20%，你去想一想所以未来可能中国大陆也很难避免这个趋势了，因为你对欧洲跟美国的那个就业的冲击实在太大了，因为汽车是一个很大的产业连锁性你连锁性很大对，你那个汽车座椅那个都是一种市场，所以你会造成人家大量失业，所以你到最后可能要去谈条件比如说法国那个习近平要去访问法国，法国肯定会拜托你这个电动车来法国设厂，用就是这样在地的劳工。那如果你来这边设厂，我大概可以考虑那个关税就可以不要征那么多。对，我觉得一定是这样来谈判的啦。互惠，因为当年日本就是这样，那结果丰田就全球化，没有办法，所以中国大陆现在就面对同样的问题了，就是它最后车企大概都要全球化，不然你造成其他国家的就业冲击实在是太大了，人家承受不起了。是，那当然这也是中国企业现在发现完全不一样的面貌。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来在中国大陆的经济状况到底怎么样？有很多失业率啊，还有经济指标不好啊。可是，在这些新闻数字里头看到的是，连2、3、4线的城市都出现一些消费力道的大反弹吗？我跟你讲啊，我特别喜欢到大陆的2、3线级的城市里面去参观、去玩啊，去那边游历啊。尤其是四川省的2、3线，我最近到了一个南充乡下里面的一个叫南部县，也就是《三国演义》里面的阆中县啊。我在那边呢，就是我过年前回来这边过年，在那边待了个3天呢。我跟你讲啊，那个情况下了，他们之所以会生活上显得很富裕，就是说他很富裕原因，第一个，他交通变得非常方便了。以前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现在是变成了大家外地来观光来玩的。第二个的话呢，天府治国，只要是吃的东西、用的东西都非常方便、非常便宜啊。然后呢，第三个的话呢，它本身的民间热络，消费奇怪非常多，而且最主要的有钱人从哪来的呢？就是从1线的城市京上广深过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必要带着钞票活在大都市里头，他回到乡下，房子也大，车子也大，生活也安逸。然后呢，他需要消费，所以呢，这一些名牌店就自然而然就配合他消费了。这是非常可以理解，这是很自然、很正常的事情。因为这个消息当中一直在讲大陆经济不好，经济不好的原因是因为什么消费啊、出口什么的，可能有部分的原因，但是整体来讲，他们的2、3线的层级的城市，大家会觉得大都市如果不好混，就回到自己家。台湾也一样啊，这台北不好住的话，就回嘉义去啊，这不是一样的道理吧？所以说，然后第二点的话呢，我是觉得说是这个习近平要访问法国，其实很有意义。非常有意义，为什么呢？最主要原因的话呢，就是说是这个有关于，因为大陆现在的话呢，除了访问法国的话呢，大陆现在主动给欧洲很多国家免签了，就包含了法国、比利时啊这些国家。它为什么呢？就是吸引到在这个整个美西方的联盟当中制造一个分裂情况。对美国来讲的话呢，是很困难的啊。然后，但是欧洲这边，尤其是法国开始啊，这边中国驻法国那个大使叫卢沙野，他本身来讲就表现得很出色啊，对不对？这个大家可以了解。那我讲到这个川普这边的观念啊。美国的汽车工人呢？大家记不记得前一阵子的话，美国3大汽车公司的罢工闹到最后完全通过，1个钟头40块美金啊！谁敢到美国找美国的汽车工人设厂啊？根本都不可能的事情。你算算看，1个钟头啊工作，而且里面的话呢，哇塞，那个大妈级、大叔级的一大堆，然后在那边的话呢，只会罢工什么的。我这边讲不是乱讲啊，以前那个曹德旺啊，搞那个耀福的玻璃公司啊，他就会发觉。另外的话呢，我们最近有那个台积电跑到美国去设厂的过程当中，我们这边的话呢，这个护岛神山在那边变成血汗工厂，那美国的工人不好伺候啊，对不对？大家都要搞清楚以后才能够知道。所以川普讲这种话的话，到底根据在哪里，我都不知道了。但只是凸显他们选举需要有劳工议题，需要支持，在经济如何刺激变成抗中是一个手段吗？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中国大陆的市场到底在2、3、4线城市的情况如何？大家有很多讨论。从这些事件来看，这些外国的品牌都要进驻的情况之下，代表的是当地的市场消费能力。第一个就是代表2、3线城市的消费能力增加啦。那我们现在探讨就是为什么2、3线的城市它有这种消费的能力去，尤其是最近我们听到大概大陆来讲，经济面临了很多的挑战。那为什么2、3线城市反而他们可以有这么高的消费能力？其实我觉得大陆的很多的基础建设或者工厂建设，慢慢往2、3线城市去开发了。就像我们台积电现在来讲，大家嘉义在争取嘛，太保在争取，对不对？在抢，那一抢以后，你看那个太保那个地皮马上翻2倍，翻1倍以上的那种成长速度上来。所以这个道理很简单，假如说是当政府对这个地方实施基础建设来讲的话，不管开设铁路，或者是开设工厂，或者是盖一条马路、盖一条通路来讲的话，很快可以造成这个地方的繁荣。我觉得2、3线城市可以有这种消费能力，代表大陆来讲，它1线城市大概已经这个经营的差不多，它现在开始往2、3线城市来造铁路啊、基础建设了。那基础建设里面，第一个最明显的就很快就会有土地征收的问题，有土地征收，这些原来的地主他就可以因此而致富，对不对？因为这个土地征收以后，他盖了房子，那很多的就业人口进来以后，他们自然就会有这个消费能力。第二个，我讲说这个，习近平去法国访问马克宏，我觉得除了贸易之外，我觉得很重要一个问题就是俄乌战争是不是在这个节骨眼上面出现一个转捩点？因为我们都知道，马克宏前阵子最常讲的就是说，他要进军挥兵进入这个地面部队去帮忙打，对不对？然后拉着美国说，你不敢打，我们2个一起进去，对不对？
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跟我们一起讨论国际及国内议题大白话的来宾，第一位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亮哥，大家平安。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教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在谈到台海之间的关系，美国当然是关键角色，但这个新闻呢，其实真的比较怪的地方是1个礼拜前发生的。当时我们节目上还有来宾在笑啊，哇，我们的澎湖人很厉害，喝了酒，这个不知道是武功比较高强还是怎么样，居然打败了3名美国这个外籍人士，后来一查，居然是特战教官，是来教我们国军这种战绩的。结果3个喝醉酒的人跟他们打在一起，结果还打赢了这3位特战教官。想不到这个消息1个礼拜之后，国防部今天发布了澄清的新闻，说有他国的军队驻军在我国，这个说法本身就是错误的讯息，吁请各方不要以讹传讹，影响视听。为什么这个新闻隔了1周才声明呢？是美国要求澄清吗？美国有时差隔段时间才发现这个新闻的存在，所以现在要求澄清，这不是美军特战教官，也没有现役的，因为过去都是退役的人员在台湾有一些军事训练跟协助，他们强调现在并没有这个情况发生。好，那如果厦门这个海军海事局的船舶航机图出现仍然是在这个两岸当中成为一个很被关注动向，有没有可能的风险产生在当中？19号呢，接近金门这里只剩下0.2海里了。之前讲0.6啊，什么12海里啊，现在直接是0.2海里，直接这个航机图已经靠近了金门非常非常近的距离，差一点点就要登陆了那当然，当时海巡单位曾经很呛的回应说会做驱离，尤其是在立法院答询的时候，会强势的来做驱离，但当然就是没有。不过，根据网站上的一些脸书专业国防相关的军情脸书来推测，这些网红认为很可能就是原本规划要到泉州把两名金门的民航钓客送回去的，就后来中途生变没有送回去，因为发现其中有军人身份嘛，是不是这艘船才会有这个航机图呢？还有大陆渔船又越界的时候，倒是澎湖海巡有祭出了强硬的手段，打水炮来加以驱离。看看现场画面。看到这个渔船在海域附近航行，那么各种的，包括用广播啦，用各种方式驱离没有成效之后，最后我们的海巡署用水柱的方式去强迫这条渔船改变航道，赶快离开这个海域。这也是我们目前看到最强力的一个做法了总算好像做了一些手段来处理吗？但还有更大艘的该怎么办？像这一艘，这个是陆鸿号155的052D 这个航舰这是根据军事粉专的报道上面说，这艘船直接这个飞弹驱逐舰南京舰在东部海域出没。那后面有谁呢？还有另外一艘我们的海军拉法叶级跟监跟对峙，这样的画面会变成常态吗？会不会又不小心有什么意外？还是疲于奔命，我们的海巡人员都必须要在这样的对峙当中随时要绷紧神经呢？两岸有没有可能真的蓄势待发？有可能战事发生？有各种的说法啦，有我们官员一下子说很危险，一下子说不危险啦。但我们财政部是怎么规划的？规划如果还在立法院答询真的战争发生的时候缺钱那央行金管会他们做的推演是什么？马上就会开始用金融兵推，如果真打仗，财政部要筹措战备资金，要加税，叫做打仗的战争税，来，当然要先立法嘛，战争税跟人民收钱，来因应战事的需求。还来得及吗？都打起来了然后否认在金门常驻军队这件事情，不只是现在有突然国防部发新闻稿美国的国防部由共和党的议员也特别盖兹否认，美国国防部是否计划对台湾民防实力进行评估，确保民防组织拥有可能阻止中国入侵的小型武器呢？美国印太司令阿基里诺是说绝对有，很乐于在机密场合跟你讨论。但是美国依照台湾关系法为台湾人民提供的各种训练
让台湾能够在冲突时自卫，但否认，不好意思啊，吓到大家，否认说有做这个实际现役军人美军在台的各种训练跟计划。好，那台海倒数计时的战事要发生了吗？这个美印台海司令部越讲越重啊，前就已经好几次的谈话，这次讲的更恐怖了，他直接预言时间，他说北京当局虽然面临经济挑战，但预估2027年中国将会做好攻台准备。官方国防预算近年来增长了16%，达到超过2230亿，所以2027年就是中共攻台的时间点。那么甚至还有紧盯美国智库在一篇报告上面看到的啦这5年来很多报道都指出，北京要武统台湾，2027年就是解放军成立100周年的时候，两岸无可避免会爆发冲突，所以才会在看着俄罗斯有这一艘这个直升机短吻2直升机攻乌克兰的时候，变成说重要的参考，可能可以变成战事的考量吗？等等，像这些报道。不知道我们国安单位又会怎么说呢？大家说法不一嘛但普京他新连任了，也非常87%的高得票连任了6年的总统之后，他告诉大家说，有可能第一站是中国要去访问吗？那他说他会认真考虑，但是法国倒是为俄乌战争有可能实际派出2000人特种部队，真的地面作战要加入乌克兰了吗？那当然这个还是媒体报道的，当时。他们的总统讲过了之后，后来又有一些澄清，好像又讲了又说不是，所以不是很确定政策。但这个报道呢，俄罗斯却是非常的愤怒。他说，如果法国特种部队真的来的话，一定会优先打击目标先不打乌克兰了啦，先打法国军队啦那而前波兰军事首长这位安德莱伊查克说，乌克兰的军队。目前打下已经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了，伤亡人数早就不是什么几千几万他告诉大家是100万计这么多的人伤亡了，所以这个国家已经没有足够的人力去做战斗了吗？亮哥，我们在看到两岸的台海冲突可能发生吗？这种议题，一下子经济学人，一下子这个美国的像这个印太司令部，直接都预言时间地点。那我们的官员的回答却是很不一样。亮哥。这些人都要被民进党列为中共同路人啊！是，在地协作者外地协作者。对啊，因为我们只要讲出类似的话，人家就说你是中共同路人。美国是中共同路人。那为什么那个阿奎利诺可以这样讲呢？阿奎利诺也不是第一次讲我们讲白了事实上对阿奎利诺讲这种话我大概只有一句话要回他啦。比如说，我们前天又传出一个消息，说美国要卖给我们增程空对地飞弹。要装在 F-16V 上面结果要卖给我们50枚总价是台币21亿你知道什么时候交吗？2028年3月就是2027打完以后是啊，交那这个是干嘛？钱先给是吗？那为什么现在要这个东西会浮上台面？就是要先收钱嘛，因为他要包给雷神去制造嘛，50枚飞弹。收21亿台币，2028年交，这什么东西啊？国防部要不要备询一下？你现在给我们的讯息都是2026、2027就会打结果你现在交件的，我跟你讲，交件2027、2028的美国的军购可多着呢，请国防部列出清单好不好？有多少是2027还没交完的？请问 F-16V？ 2027会交完吗？即使交给你，你还有那个训练你飞机的飞行员还要上去受训你来得及吗？就一天到晚都放这种什么新闻嘛？2027人大陆的武统就准备好了，结果美国的武器还没给你隔年再给。所以我说，国防部长要回应一下吧。王定宇怎么不讲话？沈伯洋这个阿奎利诺在认知作战这里面的矛盾有多明显我们台湾买了一大堆军购，一大堆都是2027、2026、2028才要交件，都要先付钱会不会到最后是这就没交不可能。这都已经不一样了，还交什么？不就是收钱了，搞不好就没给就是到时候形势发生变化。
所以我说，如果连这种问题，民进党政府都不去正视，让孩子们一直付钱，比如说这个增程飞弹，你要不要付钱？他现在就说2028年3月才要交货，你这个还要付钱，你好意思付钱？21亿耶！美国一定要承诺2026年就要交，不然我们不付钱，敢不敢这样讲？所以我说这是什么政府嘛？一天到晚在那边放天灯哦，说美国又要卖给我们什么武器了？我现在都不注意是什么武器，我都先注意什么时候交货，什么时候交钱，什么时候交货，什么时候交钱，每次都是立刻就要交钱哦。所以有财政部在那边说，搞不好要征税哦，你征税个头啦！你付钱给美国，美国武器交货什么时候交啊？请你告诉我们啊！如果不能够在2026交的，暂时都不买，可不可以这样？所以这莫名其妙嘛，一大堆。赖清德那天还讲说，我们那个剩下的那个7部潜舰就一次编列预算，全世界没人这样搞的我们怎么知道这一艘潜舰的作战能力啊？什么时候交潜舰啊？不，我们的潜舰第一艘已经下水嘛？请问它的作战能力验过了吗？你现在要我们立法院再编预算，一次编7艘潜舰的预算结果现在突然收口了，说一艘200亿就好了。奇怪，不是8艘要4000亿吗？怎么现在变成一艘200亿啊？200亿7艘，编1400亿。那你怎么知道这个潜舰的作战能力很好呢？证明能下水而已啦。没有人这样编预算的。你做了一个潜舰，我们是第一次做，你要先看一下它的作战能力，跟其他军种的配合能力，然后再决定要做多少嘛。所以赖清德你就这样就要推出你的政见7艘潜舰预算一次列完，中华民国的钱都是像你们这样花的不是2028才交舰，2027才交舰，不然就是你一下7艘潜舰要一次单列，有这样玩的苑教授，我们其实很意外想不到1个礼拜之前的社会新闻，喝了酒上面冲突的社会新闻事件，1个礼拜之间，变成国防部澄清的新闻稿。我跟你讲这件消息其实有3大特点其实非常非常让人难以理解所以这个新闻怎么出来？首先第一个，它发生的时间什么时候嘛？是去年的圣诞节你要搞清楚去年圣诞到现在多久了？已经3个多月了，对不对？发生这种事情，这是第一怪为什么搞了这么久？然后第二怪，它在哪里发生的？他写的新闻我不是乱讲，他在越南店我们都知道，浅秋，我相信你也知道什么叫越南店然后美国人在越南店这勾起我们小的时候的回忆我们小时候在中山北路看到的美军就是拿着威士忌带着89，这种情况一点都不稀奇当然我相信他们不会穿着制服在里头这是第二怪就是说是如果真的，然后第三怪的时候就是说，居然3个小混混还拿了这个消防栓，澎湖黄飞鸿，然后对，还是特种部队的教官打得满地跑。那个时候张帝元在我旁边讲说，不可能特种部队的肩膀都跟他大腿一样粗怎么被3个小混混打得不得了？我觉得哇，澎湖真的是出人才以前我们有个电影叫《风贵来的人》全部是黑道哇，不得了那时候我看了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们还在电视上讨论一下，觉得说，不得了，怎么会澎湖人这么厉害，把美军特种部队打得乱七八糟？那应该是我们到关岛去训练美国人当特种部队他反正都挨打。后来突然发觉，那个时候我当时猜测，我说是为了美国人要平息大陆的怒气，告诉你们说，终于放出消息说我们的特种部队其实没什么，无三小了，就是被你打得乱七八糟的那这样子的话呢，也不构成任何威胁。好了，现在突然发觉，配合刚刚亮哥讲的情况就说我怀疑国防部里面很多人不会讲英文根本搞不清楚。上一次不是讲那个什么为什么卫星讲成飞弹那种问题都是一样的情况。就是说他把这个消息放出来，我跟你讲我自己觉得比较可能判断是因为那个澎湖放这个消息的人他拖了这么久，他觉得可以了。因为最严重的是他心里有觉得很不公平因为那个打那个3个澎湖小混混，一个人被判了半年对。半年是很严重的，因为在台湾来讲，诈骗犯回来压个20分钟就放回家了，他们压个半年，3个人，打错人吗？不是你这个判的结果，你当然会觉得说不公平嘛。那你新闻记者本身是为了地区上的公平做，没想到美国的特种军官被人打成这个样子。
将军我就要问了，到底以前过去我们公开讲都只说是退役的军事人员到台湾来，那难道上次讨论说，哎呀，难道早就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就直接讲都是现役人员到台湾来，不管协助训练或者是做军事操作的各种演练吗？哎，昨天以前啊，我一直认为说是这个派一个战绩级的，我们战术、战略、战斗，对不对？他只是一个战绩，教一些战绩，有什么好找美国人来教？但我昨天看完那个新兵训练捷训的拍那个影片以后，我说，哎，真的是需要美国人来教我们战绩。真的，我们那个新兵训练那个影片哈，外行人可能看不懂，你们女生看不懂，但是我们老兵一看就知道，男生也看不懂，没有一点，没有一项及格的。哦，如果这种部队送到战场只有当炮灰，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军中当兵的一定有一句话叫做，这个战斗的时候，没有不射击不出枪。对不对？你这个枪一定是放在身上嘛？我要射击的时候枪才拿出来嘛。当然。那你看，全部在那边摆拍，每个枪都这样拿的，这就是100%的错误。第二个，我讲班长口令、射击口令都下错。我举一个例子，他讲说，哎，开始自压射击，单兵战斗教练绝对没有这句射击口令。标准射击口令是什么？你知道？200正前方第一伞兵开始射击。你知道为什么讲200公尺？为什么？这都有道理的，因为这个步枪有2个粘孔，你知道？这个瞄准那个孔有2个，有前瞻孔、后瞻孔。这个距离来讲，因为子弹打出去是抛物线嘛，那你要归零以后，你这时候如果300公尺，你要用前瞻孔；200公尺，你要用后瞻孔。所以说，这个每一句的那种班长的下达的指挥口令都有它的含义在。那你更不要讲说一群人挤在一起，一颗手榴弹就全部报销掉了，对不对？像这些没有一个战斗动作，你看那个安兵跟卧倒的动作，哎呦我老天爷，这他妈跟上床一样啊！那我们来讲那个卧倒动作，当过兵应该都知道，那要跟滑垒一样，滑一下赶快下去，对不对？你这动作都没有做出来，你光一群人在那边摆拍摆秀。之所以说我跟各位讲啊，如果说你觉得我们兵训练好，训练不好，你就要去问他一句话，你说你归零射击，归零的时候是打高调高还是打低调低？你问他懂不懂，知不知道，你就知道这兵有没有归过零。那如果真的像印太司令讲的，2027年有战事发生怎么办？就这群人就弄了半天都是炮灰嘛，所以现在才叫美国人来教。我现在蛮支持美国这些战绩来教我们的。其实还有一个人可以用了，像我们这些老兵哦，大概以前在受过基础训练、单兵基础训练比较扎实的，回来教也可以。但是我觉得台湾可能国防部觉得很没面子，找我们这些人来教没面子，所以只要找美国人来教，因为你教的都是一些战绩的动作嘛。所以到底有没有现役的军人、美国的军官在台湾来？我也早就有了，怎么会没有？从乐生雷达站，对不对？但是金门没有。我相信金门没有被打的不是的，不是这次是金门跟澎湖啊。对，为什么你知道？因为金门来讲，美军不到金门去，美军他只到澎湖。他们那时候823炮战的时候，他美军就不过金门，他不愿意跟老共发生正面的冲突，所以国防部否认说金门没有，但他不敢否认说澎湖没有，其他地方。所以因为金马地区对美国来讲是比较敏感的地方，他不愿意跟老共发生正面的冲突，所以他们自己画的那条我们讲海峡中线有没有？就戴维斯中线是美军自己画的，是他们那条中线的时候，美军他们自己不过那条中线，不是我们国军不过中线，也不是说共军不可以过中线，是美军不会过中线，帮金马打仗，是这个意思。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了解这个含义在这边。那之所以说美军来讲的话，说用卡52短吻2的战机哈，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需要了。老共自己有的这种直实的战斗武装战斗直升机，比这种性能好多了。它还有一个尾顶征收仪，那种的话战斗功能来讲，比这个俄国的卡52来讲性能要好得多。